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，每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只要握住大人的手，当手心的温暖传给我们时，恐惧就会消散。当我们吃凉东西，肚子疼的时候，只要大人将温暖的手心捂在肚皮上，疼痛很快就会缓解。手心的温度总是带着一份温馨，一份神秘。几年前和一位修行的朋友聊天，一边聊天一边晃动脖子，因为前天晚上颈脖子受凉后一直不是很舒服。朋友告诉我，只要将手捂在颈脖子受凉的地方，一会暖和后就不疼了。我试着捂了半小时左右，脖子果然就好了。这手心的能量是很强大的哦。此后我就经常观察病人的举动，看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利用手心的能量来治病。有些风湿病患者双膝关节疼痛发凉，病人坐下来后有一个习惯的动作，就是用双手掌心捂住膝盖。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，患者的膝关节疼痛就会很快缓解。外出活动，走路走累了，老年人喜欢坐下来休息时，用手捂一捂膝盖。通过这个小小的动作，劳累的膝关节很快又有力量走路了。头痛的患者喜欢用手掌捂住头痛的部位，将头痛区慢慢的捂热，头痛就缓解了，有的甚至就治愈了。当胃摄环后出现胃痛，病人习惯的姿势就是用手捂住胃部，慢慢的胃痛就得到了缓解，并轻轻的甚至就治愈了。观察多了，自然就会琢磨，为什么就这么普普通通的手掌，捂一捂就能解决很多呢？带着疑问，我询问当时教我这一招的长者，他告诉我，手心这个温度不高也不低，是非常温润祥和的，而且他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温度，提供的是一种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能量。当身体患处接受到这些能量的补充，自然就会得到修复，其抗邪能力也会增强。它比艾火温润些，而且又不会烫伤患处，所提供的能量，而且几乎等同于人体内运行的能量，一个很普通的动作。经这么一说，还真神奇起来。遇到咳嗽的小孩，我便常常建议小孩的父母运用此法。当小孩咳嗽时，无论寒热，也不分虚实，只需要父母用手捂住小孩子的背心，暖其背心，微微出汗，就好似给小孩子输送能量一般。这样小孩子的正气足了，抗邪能力就强了，病情自然就好转得快了。很多女性来月经时小腹发凉疼痛，常常建议患者晚上睡觉时用手掌心捂住丹田，每晚只需要捂1小时，小腹就会暖和起来。连续捂上半个月，宫寒症就可以治愈，下次来月经也就不痛了。很多疼都是局部的气血经脉的不畅通所致。内经病基石9条，其中一条就是诸痛痒疮皆属于心。而我们手掌心是劳宫穴，心脏的热量正好通过心包经传递到这里来。如果使用手掌来治病，还不如说是在用心治病更准确。这也暗合了内经之旨。想到这或许会问，身体的疼痛用手这么捂上一捂就会好吗？身体内的寒就这么捂一捂就会散吗？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疾病，欢迎大家努力尝试。
用你温暖的手掌，用你心中热量去治疗自己和家人的疾患，这是一个非常安全，常常会给你带来惊奇疗效的方法。黄帝内经上讲，秋冬疝病兼备骨节，意思是说，秋冬天会有许多人患肩背、关节骨痛、膝关节屈伸不利等病症。我们临床上遇到这类病人，便会向他们推荐简单做又不花钱的掌五疗法，配合吃药，疗效非常好，甚至有时不需吃药便有效果。比如肩周炎的人，例如右边肩关节炎，我们会建议他们将左手掌心搭在右肩，每天晚上这样做1个小时，期间不动不言不是，将心神收回来，这样会有微微出汗的感觉，肩膀的寒湿便被排出来。膝关节冷痛的人，将双手掌心的劳宫穴对着膝盖按捂，每天晚上1个小时，不听不言不是。寒从脚底生，现代人饮食穿着原因，许多人都从脚生的寒气慢慢蔓延到小腿、膝盖，甚至大腿、脏腑。所以掌捂膝盖的方法，可以截住从脚而生的寒气，往脏器蔓延，冰冻端人种，冰箱的普及，辛辣食物的泛滥，使许多人的胃经常承受着冰火2重天的折磨，生冷瓜果。秋冬天仍喝冰水的年轻人比比皆是，所以我们临床上询按人们的任脉时，常会感到肚脐周及肚脐下小腹的冰凉感，说明这里寒气急剧的厉害。所谓阳化气，阴成形，腹部经常处于冰冷的场，很容易生成肿瘤等阴性物质。我们建议这样的人用掌捂法扇去肚脐周及小腹的寒气，每天晚上1个小时平躺下来，用双手捂在腹部冰凉的地方，不听不是不言，专心内守着腹部。临床上也收到良好的反馈，家人有腰椎间盘突出的、腰痛的，也可以用掌捂法给家人缓解病痛，让病人侧卧或俯卧，将自己手心贴在痛处，2个人都不要讲话，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掌心上，也是非常好的方法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要将手心直接贴着需要治疗的皮肤，直接接触皮肤，这些动作大家可以在床上进行，比较保暖。大家注意了没有？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但每个方法我们都强调了需要做到3个不，即不听不言不是。现代人许多都是阴阳不调、寒热不平衡的状态，我们用的掌捂法，通过不听不是不言精神内守，达到静的状态，人的身心不妄动了，便开启了人体寒热对流系统。这时我们便可以用自身之热疗自身之寒，这全身多余的热量都通过手掌心的劳宫穴去预贴身体寒凉的地方，使寒热对流，气机流通顺畅，转了1个圈子，那么疾病便会减轻甚至痊愈。这种做法便是古代的导引之法。